们从指纹确认了死者是黄国强，36岁，目前是装修工人。还有，我们也确认了，在昨天凌晨1点15分，他的妻子刘彩英到了邻里警局报了失踪案。你报警了吗？报了，警察说要等48个小时才可以确定他有没有失踪。这是我老公，他叫黄国强。对了，宇泽在哪里？我们在半小时前已经联络了 Sir， 不过他一直没有联络我们。Please forgive me。他当时在我身旁，躺在我家的床上。他背叛你，当然请求你原谅他。你放屁！如果不是你，慧中不会被杀，是你害死慧中的。你胡说！是你杀死慧中的。要我说多少次我不是凶手？慧中被杀，不是只有你难过，我也很难过。因为我也很爱慧中。你说谎！你不可能爱慧中，你是杀慧中的凶手。真正害死慧中的人是你。慧中是被你杀死的，张宇哲，你才是凶手。宇泽，小曼，什么事啊？宇泽，你没事吧？我没事。有命案发生，我们却一直联络不上你。在什么地方？你现在在哪里啊？你真的没事吗？你把地址简讯给我，我们到了那边再谈吧。好。你怎么了？想起那些切成一块块尸体，有点恶心啊。我们已经证实死者是黄国强。本来是查失踪案的，突然变成谋杀案，最近都不知道碰上什么美事。你在想洪潮的事？你现在处在心理创伤的阶段，当你碰上血腥的场面，很自然的会想起那些事。说来说去，你就是想叫我去见你的师妹，对不对？你为什么这么抗拒？见心理医生没有什么大不了。其实不只是你，你整家人应该去见他。我们不谈这些事好吗？你为什么这么固执？你为什么要管那么多？这件事我自己会解决的。没什么事啦，我回家了。我们已经查问过死者黄国强的同事们，他们在案发当时都有时间证人作证，所以暂时没有可疑之处。昨天晚上9点后，所有工人离开现场，只剩下死者一个人做收尾的工作。当时有一名保安看到他凌晨12点半离开现场。哎，走了。虽然保安认出他的衣服，却没有看到他面容。所以无法确认那是不是黄国强。那个狼刚打瞌睡刚醒过来，意识不太清楚，应该是认错人了。这名男子会不会是疑犯？他假扮成死者的目的是想把保安支开，那他才有机会杀人。有可能，我们先假定疑犯是男生，中等身材，体格跟死者差不多。
俊，法政组有没有找到他的衣服跟随身物件？没有。虽然犯罪现场有过被清洗过的痕迹，不过我们也找到了不少的血迹。我推测，疑犯杀了死者以后，留在现场肢解尸体，然后消灭证据。他还把尸体放进墙洞内，然后把墙面补上，再油漆。这整个过程应该要花好多时间。我估计疑犯应该是凌晨12点半的时候开始这连串的工作，直到清晨10分才离开。所以 man 到现场的时候，油漆还未干透。疑犯在现场逗留了这么久，还进行肢解、补墙、油漆的工作，这不是临时想出来的，他也早就部署好了。这是有计划性的谋杀行为。疑犯在现场所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Sir， 验尸报告。尸体被切割成8个部分，切割位置都是在关节的部分，切割的表面非常的平整，所以法医推断，凶手是用电锯进行切割的。疑犯可能有医学知识的背景，又或许受过高等教育。根据疑犯切割尸体的手法，他应该不是第一次这么做。在尸体上有不少新的伤痕，应该是在死者死前所造成的。根据法医的断定，死者在死前曾经遭受过严重的虐打，而真正致命的原因是刺在心脏部分的一刀。一刀刺中心脏。疑犯一个人做那么多事情，真的是筹谋不破。他做事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干案前有周详的计划，是个冷静的人。从这些伤痕看来，疑犯要让死者受尽苦头才死去，他跟死者应该有很深的仇恨。我问过死者的同事，他们都说死者是一名老实人，沉默寡言，甚至经常被人欺负，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被人用这种方式给杀了。我们先去查明死者跟家人亲友之间的关系，还有，我要知道他最近接触过的所有人，不管认识或不认识，都要去查问。明威，你跟我到停尸间；小曼，你去查明死者的夫妻关系。李泽，我想去见刘彩英，可以吗？明威，你去帮志宇。哦。哎，志远，有没有闻到空气中有种酸酸的味道？这么重的醋味，当然闻得到。你们两个很无聊哎。哎，你先不要走，你先不要走。对，我想问你一下哦，从暗恋变成明恋是什么感觉？你刚刚那个非常不开心的表情呢，只要不是吓的，都看得出来。我只是不满意 Madam 打乱原有的次序而已。哦，有99.9%的可能，你是不开心 ，Madam 抢走了你跟佘单独相处的机会。你还说？如果你用这种气魄哦，用在爱情上面，你就不是单恋，而是相恋。有80%的可能呢，有人被说中了心思，不想承认的时候很心虚，就是你现在的表现，恼羞成怒啊！哎，开工了，开工了！黄太太，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7点，你在哪里？我一直都在家。那你跟谁在一起啊？我的儿子佳杰。除了你儿子之外，还有谁看到你们在家？你不是怀疑我吧？我不会杀我老公的，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杀我老公的。请你冷静点，我们不是在怀疑你。想一想，当时有没有人见到你？昨天晚上大概9点多，隔壁的张太太应该有看到我走出家门的。当时你在做什么？我想下楼到咖啡店找我老公，他常常都在那边和朋友聊天的。那你有下去吗？为什么？
有什么想法？他有一点心虚，所以才会担心我们怀疑他。我不会杀我老公的，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杀我老公的。这句话很有问题，是不是表示不管黄国强怎么对待他，他不会杀丈夫？他也曾经说，他想要到楼下去找死者，可是临时改变主意，这个举动也很可疑。对，照理说他联络不上他，应该很着急，下去咖啡店看一看没有什么大不了，为什么不下去？我猜他是害怕死者责骂他，所以才不敢下去的。我看他是在隐瞒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吧。你去查清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会从他的儿子着手，查看他们的家庭情况。玉泽，我们昨天晚上联络不上你，你去了哪里？有些私事。我是以朋友的身份问你，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所疑。哎，拜拜，好好玩哈。福先生，sorry，请问你是福德明先生吗？啊，我是。你是？你好，我叫林正怡，帮忙寻找失踪人士的义工。你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有人委托我找一名男子，叫蔡志平 ，Dylan 蔡。我们讨论案件时，你听到死者被虐打，一刀刺中心脏部位，我有看到你当时的反应。当时你在想什么？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凶手的手段很残酷。我看过范慧中的案件，他一样生前被虐打，一刀刺中心脏部位，很巧对吗？慧中，慧中，只是一个巧合，让你想起范慧中，可见你放不下他，你还在查他的案件。我最不明白的是，你知道我认识 Dylan， 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的事？我认为没有必要说。你认定他是杀死范慧中的凶手？你认为没有必要？我是调查过他，不过我已经放弃很久了。我问过儿童心理中心负责人，他说当年是你送他进去那里的。这孩子很特别，我对他还有印象。为什么你送他去心理中心？因为他是一名孤儿啊，还患有自闭症，需要接受治疗。为什么会变成孤儿？他自己的亲生父母呢？这我不清楚。我接到这宗个案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名孤儿。你是社工，你应该很清楚他的家庭情况的吗？林小姐，你不是说只是找人吗？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哎呀，我找这个人嘛，当然要多了解他了嘛。你真的不知道他亲生父母的事情啊？我真的不知道，对不起，我也是先离开。你不相信我？你放不下慧中，这是你一直无法解开的心结，所以你制造了一个破不了的案件来怀念他。你想象的太荒谬了吧？
我是很想念慧中，可是我还不至于做这样的事。你既然是以朋友的身份问我，那你应该相信我。你从来不把心事说出来，甚至 Dylan 的事都不要告诉我，你要我怎么相信你？不但是这件事，最近你举止不寻常。雨辰，你没事吧？到底是什么事？你不用担心我的事。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出碎尸案的凶手。你跟佳杰的班主任还有同学谈一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我要知道他跟黄国强之间的父子关系。你先去吧。喂，大包。迪伦啊，他在被送进儿童心理中心之前已经是个孤儿了，但是那位社工不愿意透露有关他父母的事情，说是个人隐私，不方便透露嘞。社工有没有说出他当年的情况？他说迪伦当时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跟其他人说话。就这样而已嘞。啊，对了，他在中心住了2年之后就被一对夫妇领养了。这表示他的真名不是蔡志平。这个人啊，身世那么神秘，一定有鬼。他小时候应该是遇到了什么事，可能是一宗家庭惨剧，才会导致他自我封闭的。如果是一件大新闻，那肯定有上过报纸啊。你小心一点，不要被他发现。OK， 有什么我再联络你。老师，谢谢。佳杰，你不要害怕，我们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好吗？要吃吗？很好吃的哦。怎么啦？你怕爸爸骂你吗？你不要怕，你爸爸他以后不会再骂你了。爸爸以前是不是常打你？那他常常骂你咯。那最近有没有什么人来找过爸爸？又或者是跟爸爸吵架？同学们都说佳杰平时不爱说话，不善于表达自己，胆子很小，自卑感又很重，所以他都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他的性格是黄国强造成的。刚才我们提到爸爸2个字，他就显得非常害怕。我也怀疑他遭受家庭暴力，可是他的朋友跟班主任都没有察觉到他有任何被虐打过的倾向。刚刚我也没有从他的身上看到任何的伤痕。很明显的，他们母子都很害怕黄国强。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对他们做了什么，可是他肯定给予他们很大的压力。Sir，
你的脸色不是很好，你。扫描结果显示，你的脑部有肿瘤，而且已经有恶化的迹象。能不能够进行切除手术？风险很高，就算成功，也许也会严重影响你的脑记忆力，甚至连最简单的生活技能、手脚的活动力也会有问题。如果不动手术，我还有多少时间？照目前的情形看，不超过3个月。这段期间，你会经常出现晕眩、呕吐、脚步不稳的现象，甚至会产生幻觉。张先生，你已经不适合继续工作。Sir， 发生什么事？我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你的脸色真的不是很好，你不要去看医生吗？Sir， 我看我还是带你去看医生吧。这件事绝对不能告诉别人，知道吗？可是你现在这样，答应我。安迪，陈先生，你来啦！我买了些东西来看你。谢谢。李兰，李兰，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啊，抓到你了！Hello， 你好，我是帮忙寻找失踪人士义工，我姓林。我想请问你一下，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啊？
进来。Sir，里面所有浏览过的网页记录都被删除了。这个人做事情很小心，不过还是被我全部都找出来了。哦，好，内容你看过了吗？没有，你有交代过，做好了以后先给你公布。剩下的交给我吧。Sir，这里面的内容是不是和我们现在侦查案子有关系啊？你去休息吧。那我先走了。林伟，干嘛？你觉不觉得Sir最近有点奇怪？有吗？他好像在暗中调查一些事情，真的有些问题。没有啦，你看他那么正常，哪像有什么事？哎，据调查显示，有80%的人在心虚的时候，目光闪烁，不敢直视对方，就是你现在的表现。我没有，哪有？明威，看着我们是同一组的人，不管有什么好事坏事，大家要一起分担的。OK？ 刚才我跟Sir一起去查案的时候，他突然不舒服，我看到他躲在厕所里吃药，我看到药瓶上写着 Dr. Alfred Chan 的名字，所以就上网查了一下，原来那名医生是脑肿瘤专科医生。你是说，是可能长了脑部肿瘤？别胡说啦！我们要不要把事情告诉Madam？不行，我答应过Sir要帮他保守秘密的，现在告诉你已经是错了。如果再让 Madam 知道的话，那不是错上加错。可是，如果Sir真的是得了脑部肿瘤的话，怎么办？我对不起我老婆，儿子，我不应该动手打他们。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我肯定不会这样做的。每次打我女儿，每天拿他们来出气，以后不可能。对不起，我以后会对我的家人好一点。请他给我一次机会，求求你啊！这个是我老公，他叫黄国强。我们从指纹确认了死者是王国强。佳姐，我真的很后悔这样对你们，请你们原谅我，我该死。我是人渣，请你们原谅我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你们这么痛苦的。王太太，您的先生最近跟谁比较常接触？他的同事，其实他并没有什么朋友。那他有没有提到过他在工作上有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比如说跟同事起了什么争执？不可能的，他跟同事都相处得很好。我们想多了解一下他的生活习惯。
他每天早上7点准时上班，下了班也准时回家。偶尔如果需要加班到晚上9点，他一定会打电话回来通知我的。王太太，据我们所知，你和你儿子王家杰在上个星期被你的丈夫赶出家门口。当时你跪在家门口，向他求情，要求他开门。请你开门让我们进去啊！对不起，我不再说话惹你生气了。王太太，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黄国强先生对你们两母子是不是真的很严厉？你们分房睡有多久？你们之间的关系有问题对吗？没有，老强对我和儿子都很好，真的很好。你是害怕我们怀疑你，所以隐瞒真相？不是的，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黄太太，如果你不照实说的话，情况对你很不利。黄国强暴力对待你和佳姐，对吗？没有，他从来都没有打我们，真的没有。那他是怎么对待你们？安迪，我先走了。对了，我这边有些钱，你先收着，有需要就拿来用吧。谢谢，真是好人。好了，我先走了，有空再来看你。拜拜。拜拜。安迪你好，我是福利部派来的义工，我姓林。你也是义工啊？这么多义工来看我，进来进来。安迪，最近身体好吗？人老了，不是这边痛就是那边痛，不过我还好啦。最近有很多义工来找你吗？是啊，很多义工来看我，买东西给我。不过那个陈先生最好，他买很多东西给我，有时啊还给我零用钱，还帮我打扫屋子。哦，哎，对了，安迪，你知道这间房子以前住的是什么人啊？这间房子是10多20年前买的，当时我都没有看到屋主，所以没有问哦。那你家里还没有其他地方需要修补的？有啊有啊，我房间的灯坏了，来，我带你去看。哦，就是这盏哦。哎呀，应该是灯管坏了，下次呢，我买一个新的灯管来帮你换啊。好啊。这张照片是你的吗？应该是陈先生的，我帮他收起来，下次还他。安迪，下次我来，我再带灯管过来啊。你不用送了，锁好门呐，拜拜，拜拜，拜拜。
雨珍，有发现了。迪兰还没有变成孤儿以前呢，肯定是住在这个屋子里面。他是去那边变化以前的事。对咯，他还不小心留下一张全家福照片，里面就有一家3口，那对男女应该就是他的亲生父母。还有我问过了，那个老婆婆跟隔壁的邻居都不知道那间房子以前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啊。好，把地址传给我。OK。怎么了？喂，你好吗？喂，你好吗 ？Hello， 发生什么事？我朋友突然间昏倒了，可以帮我扶他上车吗 ？OK， 好，谢谢。来，死者黄国强在人面前是一名老实的好男人，不过事实上，他长期受到别人的欺压，心里累积了很多怨恨。回到家以后，就把怨气出在老婆还有儿子的身上。黄国强有没有对他们使用暴力？他对家人并没有用肢体上的暴力，而是用精神暴力。他常用言语羞辱太太和儿子，贬低他们做的每一件事，也常用尖锐的话来骂他。白痴啊，笨得像猪一样！一定是你这个白痴女人才会生出这个跌宕的儿子。我这么辛苦在外面工作，养你们这2个垃圾，为什么你们不死？你们连猪都不如，要吃就像猪一样跪在这里吃，吃啊！不吃以后就没饭吃。不准用手，像猪一样。其实这种方式并不输给肢体上，甚至还严重过身体受的创伤。根据调查显示，语言暴力是更为严重的家庭暴力，它不但会扭曲受害者的人格，还会摧毁他的人生。难怪佳杰会变得这么自卑，他甚至没有勇气看着人说话。这么看来，刘彩英是直接的受害者，她很有可能是凶手。不过，我们已经确认，在案发当时，大概晚上9点半的时候，住在隔壁的张太太曾经看见刘彩英在家门口，所以她不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或许有人为刘彩英感到不平，帮她杀了丈夫。这个人跟刘彩英应该有某种程度上的关系，会不会是仰慕她的人？你笑什么？根据一般男性的眼光，刘彩英获得仰慕者的几率很低。肤浅。疑犯帮助刘彩英，未必是想从她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可能是替天行道吧。从疑犯对付死者的方式，我感觉到他对死者的行为非常痛恨。或许他曾经受过家暴。老婆，佳琪，我真的很后悔这样对你们，请你们原谅我。我该死，我是人渣。疑犯虐打家暴者的过程中发泄情绪，报复他当年受过同样的遭遇。别伤我！疑犯这么了解死者的家庭状况，会不会是他们认识的人？疑犯可能更早已经认识他们，或许不是熟人，甚至不是朋友。
我们有必要再到案发现场搜查一次。没错，他在那里逗留了这么久，或许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这次我们一定要扩大搜查范围。好，大家准备，10分钟后出发。Yes, sir. 你们2个那边看看，你们2个过去看。Sir， 我觉得你应该去接受治疗。我只是有点不舒服，没事的。我看到药罐上医生的名字。Dr. Alfred Chan 是脑肿瘤专科医生。Sir， 你该不会是？我一直都有偏头痛的问题，只是最近比较常发生。医生已经帮我做了脑部扫描了，一切正常，你别担心。因为现在是逮捕凶手的最佳时机，如果我不把握机会的话，要不然很难破案的。Sorry, sir. 我用沉默打开了天空。谁的脸孔蠢蠢欲动？谁在听手？谁在被我感动？我用微笑回应嘲讽。谁在放纵？那是虚荣，还是不安在跳动？现实背后不全是笑容。